这是我国最孤独的地铁站，出站口就是荒山野岭，四周没有任何建筑物，门口大哥大姐还在种地，网友直呼出站要带锄头吗？这是要去何处？不禁让一众网友疑惑，到底是地铁修得太快，还是城市的超前规划？这是昆明最长的烂尾项目，全长50.4公里的地铁9号线，从2013年开始建设，至今10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通车。从航拍上可以看到，主体工程基本上已经建成，轨道都已经铺上了。今年10月，中国城市地铁客运强度已经连续8个月下滑，有2/3的城市未能达到建设要求，客运强度不足成为今年多地地铁规划无法获批的关键因素。那么随着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地方财政进入紧缩模式，中国地铁高速扩张时代已经宣告结束。跟我聊天说那个沈阳最凄凉的地铁站搁哪呢？不就在这儿了吗？大家看能想到的吗？这个地方就是地铁2号线的全运路站，看周边这种状态，公交车也没有，10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铁站最大的特点，它只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它不像别的地铁站很多出入口，只有一个出口。对，只有这么一个。而且你晚上出来的时候特别荒凉，周围你看一点路灯。对，这边有个村子荒了。对，这块附近当年啊，这个地铁站是建在一个村子里，这块附近有个村子，但现在这个村子已经动迁了，但现在还有几户人家。一会儿呢，我可以带着旺仔看一看。博主感叹道，其他地铁站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而这个地铁站却冷清的像个停车场，走出站口连一辆共享单车都找不到。这里就是重庆地铁5号线丹鹤站，堪称全国最荒凉地铁站之一。它远离城市的喧嚣，周边多是未开发的荒地与丘陵，鲜有人烟。从站台向外望去，只有稀疏的杂草在风中摇曳，几处简易的临时工棚沉默地立在不远处。站内设施虽齐全，却难掩冷清，脚步声在空旷的通道里回响，自动扶梯常常空转，偶尔有列车停靠，上下车的乘客也寥寥无几。上海市区最寂寞的地铁站，上下班高峰都没啥人。如果说虹桥火车站是上海地铁中的张爱玲，人气爆棚的话，那么复兴岛站就是上海地铁中的朱自清，因为他肯定会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确，看到他这空旷冷清的场景，真令人想不到仍然是在上海市区，而仿佛是步入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1个世纪以前。在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地铁建设一路高歌猛进。2008年之前，全国仅10城拥有地铁。在4万亿投资和房地产热潮推动之下，地铁网络迅速扩张。2015年覆盖超过20个城市，2019年突破40个城市。然而，至2024年以来，许多城市的“十四五”在建项目陆续完工，新一轮规划申报却因客运强度不足而频频受阻。除成都外，至少21座城市的新规划仍是悬而未决。宁波、青岛、洛阳、西宁、哈尔滨等地的地铁项目均因为客流或其他指标不达标而未获批准。以后2、3线城市申请地铁线路基本没有希望了，就连1线城市也很难拿到批复了。近日，浙江省宁波市申请第4期地铁建设项目被驳回了，震动了整个城市圈。要知道，宁波可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去年的 GDP 高达18148亿元，超过了直辖市天津，高居中国大陆所有城市的第11位。那么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驳回的呢？在此之前，已经有一轮地铁政策的收紧，考核指标有3个，一个是 GDP 规模至少要在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博主指出，像西藏拉萨、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和海南海口这4座省会城市至今没有开通地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 GDP 尚未突破3000亿元。那么这第2个关键指标指的是城区人口需达到300万以上，例如泉州、烟台、唐山这些城市 GDP 不仅超过了3000亿元，甚至已经突破10000亿元。但由于城区人口不足，仍然无法获批地铁建设。这第3个条件则是地方财政收入需在300亿元以上。第4个条件是客流强度。宁波市 GDP 达标，城区人口也达标，财政收入更达标。但是为什么也被驳回了新建地铁项目了呢？原因就出在客流强度上。国家要求从今以后新建地铁线路，其客流强度的门槛是 0.7万人次日公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平均每天每公里运力要在7000人次以上。我们打一个比方，一座城市有100公里的轨道交通线路，用100乘7000人呢，也就是说
这座城市平均每天乘坐地铁的人要70万人次以上。那么如果再乘以365天，那就是全年客流要在2.56亿人次以上。这个指标呢，可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注意看，前方就是成都最荒凉的地铁站了。刚才我出地铁站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没有半点的人气，没有任何的建筑。现在白天还好吧，如果等到了晚上，真是有点害怕呀。不过我在站外站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乘客进出站。我们去站内看一下，现在的时间也差不多是晚上的6点钟了，正值下班高峰期啊。但是这个地铁站，说真的，好荒凉。地铁站本应修在居民的密集、需要旺盛的区域，但是在中国不少城市，我们经常会看见这样的奇特景象：地铁站崭新明亮，站厅宽敞，但走出地面呢，却是空旷的荒地，稀稀落落的工地围挡，甚至连一条像的人行道都没有。那中共为什么把地铁站建在一片未开发甚至是无人居住的土地之上呢？有分析认为，表面上是超前规划，但深层逻辑是中共政府为了推升地价、促进卖地、带动城市扩张。地方政府在扩张城市版图时呢，一个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轨道交通加土地开发的组合。那么也就是说呢，只要地铁修到那里，那块地未来一定会升值的，开发商兴趣自然上升。这样一来，土地在拍卖市场上的溢价越高，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也是更多。在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繁荣时期，这套玩法没有什么毛病，因为地价带动房价上涨，可以掩盖所有的问题。但房地产熄火以后呢，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不仅房价、地价难以拉动，而且还留下一些后遗症。最直接的就是客流量严重不足，卖地收入远远支付不了营运成本。2024年，全国地铁总客运量达到了322.4亿人次。然而，由于建设成本过于高昂，许多城市地铁票价收入仍不足以覆盖运营开支，依旧需要依赖中央政府的补贴。长期以来，大多数地铁公司几乎都是靠政府补助来维持运营。2024年度数据显示，扣除政府的补贴以后，全国28个主要城市中有26个地铁公司亏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曾经被视为是最具盈利能力的深圳地铁，在2024年竟然出现了334.61亿元的巨额亏损。那么这个亏损呢，超过了它过去5年净利润的总和，创下中国地铁行业的历史记录，并在资本市场引发震动。有分析认为，地铁亏损有3大原因。第一就是建设成本过高，每公里造价普遍在7到10亿元，复杂地形甚至高达20亿元。第二就是运营维护费用庞大，例如由于人工、电费、维修、折旧等支出，使得北京地铁年运成本接近了150亿元。第三就是房地产下行，导致地铁周边土地与商业收益缩水，扩张模式难以为继。另外呢，地铁作为公共服务，票价受到政策限制。根据城轨协会的报告，目前票务收入平均只能覆盖运营成本的大约是 35%。 随着地方财政趋紧，各类支出不得不精打细算，地铁公司也被迫通过开源节流来缓解沉重的运营压力。例如，昆明地铁在运营13年后首次上调票价，重庆也已经调整票价，告别了2元时代。佛山地铁则启动极致节能措施，提前收车、调暗灯光、调整空调温度。在火热夏天，乘客抱怨车厢如同蒸箱。我的妈呀，这居然是地铁口，这不是荒草地吗？家人们谁懂啊？出了地铁口我都快要惊呆了，我这不会是走错了吧？这大概是全国最荒凉的地铁口了吧？沿着条小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呢。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需求持续走弱，地铁行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核心支撑，正遭遇着严峻的经营压力。回顾2024年全年，深圳市地铁集团净亏损334.6亿元。深圳地铁的这次亏损与2015年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2015年净利润亏损18亿元，
主要受到一些偶发因素影响，当时企业整体仍处于上升阶段，第2年便实现扭亏为盈。而2024年上半年的巨额亏损，则是与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有关。众所周知，地铁票价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运营公司并不能依靠票务收入维持盈利。深圳地铁依赖的是 TOD 模式，也就是说呢，以地铁站为核心，在半径400到800米的范围内打造集办公、商业、文化、教育与居住为一体的综合空间。通过轨道加物业、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深圳地铁建立了写字楼、商场、酒店以及广告传媒等多元化的业务体系。然而问题在于，自2021年起，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楼市持续下行，整体经济环境动荡，使得 TOD 模式难以为继。学者指出，深圳地铁由盈转亏，标志着中国地铁依靠房地产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而这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一个表现。这里是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东庄站，建在庄稼地里，被称为中国最孤独的地铁站。我们平时在城市里面的地铁站出来呢，就是高楼大厦或者是繁华的街道，像这种建在农田里面的地铁站是非常的罕见，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今年上半年，深圳地铁虽有一定改善，但仍未能摆脱亏损。根据深铁公布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大约为72.8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21.7%。截至6月底，公司负债总额达到4796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60%， 财务压力巨大。深铁集团的困境与其对万科的投资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目前持股比例为 27%。2017年，深铁集团在房地产市场高峰期斥资约664亿元收购万科股权。然而，随着房地产下滑，万科市值也从巅峰大幅缩水至800多亿元，不足当年的1/5。万科2025年上半年净亏损119.5亿元，业绩持续承压，直接拖累深铁集团的投资收益。关键是深铁集团仍在不断为万科提供资金的支持。万科在10月11号公告，深铁集团将向万科提供一笔不超过16.66亿元人民币的借款。不算这次最新贷款，截止到目前为止，深铁集团已经累计向万科提供了291.3亿元借款。深铁集团处境并非是孤立，而是整个中国地铁行业的缩影。在经济下行、客流减少和房地产低迷的背景之下，地铁行业整体经营环境恶化，即便是一线城市也是难以幸免。北京地铁2024年亏损241亿元，日均亏损大约是6600万元，票务收入仅能覆盖运营成本的 14.5%。广州地铁票务覆盖率也跌破了 30%。这些数字表明，即使在最繁华的都市，地铁运营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收支失衡。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